转身的后蹬，双飞踢，转身的后摆。江湖传言死神方便害怕连胜战绩被终结，于是宣布自己要退役，再也不参加职业比赛。这件事绝对不可能。时隔8个月没有打比赛的方便毅然决然进入比赛现场，那是因为在此期间，方便一直在开设武馆，培养中国下一代人才。死神方便职业生涯暴走 ，KO 过数不清的外国精兵强将，无论是泰国无冕之王沙希拉克，还是世界第1泰拳王西蒙马库斯。只要遇见方便，只有被暴揍躺尸擂台的命运。所以网上那些闲言碎语，只是外国小黑子们故意扰乱中国搏击市场的战术而已。今晚登台挑战的外国选手实力也是不可小觑，他就是来自德国的搏击悍将瓦德马·韦伯。瓦德马在职业初期就已经开始征战世界擂台，并且已经将德国的众多赛事完全统治，拿到冠军金腰带。孤独求败的他，这次却来到中国，向方便发起了挑战，目的就是为了击败方便，开拓中国搏击市场。当然，有没有真本事，还需上台碰一碰便知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死神方便，蓝色拳套就是德国选手瓦德马。虽然方便8个月没有打比赛，但是这并不能代表瓦德马轻易碰死方便，毕竟方便的散打技术登峰造极，无论是中远距离对峙还是内围拼拳，方便都无所畏惧。瓦德马今晚挑战方便将会是职业生涯最失败的选择。世界冠军70战60胜的战绩也非常的显赫。下劈腿，对方一个摇臂的后手拳，方便一如既往的用自己这个比较难以捉摸的方式，散打式的自由搏击进攻。方便目前是46战全胜。侧踹腿，方便比较擅长的3个方式：侧踹腿、接腿摔和自己的组合拳。在经过7个月的努力训练、痛定思痛的方式之后，方便再一次回到了这个擂台上，然后给我们展现出来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。前刺拳，斜腿摔，非常写意的方式。在对峙期间，还是方便的拳法更为精准命中。不过瓦德马还是不甘心被方便牵着鼻子走，顺势加强自身攻势，持续的逼近方便内围，打算拼拳换脚。瓦德马本次来华挑战的目的可不单单是击败方便那么简单，而是要将中国拳坛完全统治。这么做才能获得更多出场费和开拓搏击市场。前摆后直，前摆。当年在方便站在重庆的擂台上，在我们宽田盛典的擂台上，前摆后直，前摆就是他击败西蒙马库斯的方式。劈挂腿，低位的小鞭腿，方便还是更擅长打中距离和中远距离。自己的拳法一旦不奏效，马上退出自己的安全距离，这是方便的一个特色。对方有这个后手拳抡摆到方便后脑的这个情况，我们刚才也看到了。第2回合，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通常来说，在首回合选手之间只是初步试探，只有在后续2回合才会发起猛攻，进行一系列争夺比分。不过方便在今晚的比赛却一改往日的谨慎打法，反而要与瓦德马进行换拳动作。这也说明方便对于今晚的比赛可谓是势在必得，绝对不允许瓦德马在中国大陆嚣张放肆。劈挂腿，对方反击一个，转身的后蹬，中段的扫踢，方便转身的后蹬，对方躲开了。前摆后直，低位打斧，在双方都前冲的情况下，摆拳的有效率就不会太高。
这个时候直拳和上勾斜上勾会得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对方的后手，别看在面相上对方比较老成啊，实际上对方只有28岁。后面还保持着整个推把的移动。比赛进行到现在，瓦德玛已经被方便连续摔倒了多次。不过瓦德玛并没因此弃赛投降的想法，一次次的击倒使得方便拿到了大量比赛点数。两位选手的比赛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。看着瓦德玛的样子，特别渴望获胜。不过要看第3回合方便是否会手下留情。黄牌警告了。低位的扫踢，接腿的涮摔，给到。后手拳的迎击。很多观众在方便比赛的时候，希望我们能总结一下方便的特点。我真的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。方便是用自己的移动方式来为自己的进攻做铺垫，自己的组合拳、侧踹腿以及接腿摔作为自己的主要的进攻手段。来，在接腿后只允许一次打击。方便的后手拳向对方彰显自己的战术意图啊！好，第3回合，方便的中段的鞭腿，低段的鞭腿。我们看为什么我们在选择用鞭腿这个名词？方便的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瓦德玛为了击败方便，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。因为这场比赛对于瓦德玛至关重要，这是瓦德玛首次来到中国打比赛。如果不能因此击败方便，这只会导致其他德国选手来华捞金困难。不过方便却在此刻加强自身攻势，根本就不打算要让瓦德玛有丝毫的喘息调整机会。方便的前摆拳在多次的比赛中为自己奠定了中段扫踢。这是我们在比赛中很少看到方便在擂台上有火气。经过多次的无意的这个打后脑，对方便的情绪是比较大的影响。刚才对方用了一个转身，有效进攻数实际上不是非常的高啊。方便的转身后摆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对方前冲的很凶啊。转身的后蹬，双飞踢，转身的后摆，连续的，这场比赛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死神方便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方便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